高考失利，我拿着卷子上天台吹风。我妈上楼不分青红皂白给我一巴掌，我舍不得吃喝供你上学，你考成这样报答我，有本事去死，没本事进厂养家。我惨然一笑，掏出床头安眠药整罐吞下，许愿来世换一个妈。一觉醒来，我换了个身份，不再是他女儿，而是他的高中同桌。没有了身份压制，我撕了他的试卷，报复开口，考成这样还想上大学，还不如进厂养家。我跟我妈应该是上辈子的仇人。家长会结束，他推电瓶车，黑着脸走在惨淡的小路上。我害怕的一言不发，惶恐和不安甚至盖过了考试失利的落寞。半个小时前，志愿填报指导会公布一下高考排名，马上填志愿了。父母和孩子都长点心，班主任习惯性从后往前念，我妈的表情也绷得紧紧的。倒数第一不是我，倒数第二也不是我，第30名周笑笑。没有任何感情的声音响起，我的呼吸几乎有瞬间的停滞。班级35人，我倒数第6。周笑笑。起这个名字的时候，长辈希望我笑口常开，但现在我只觉得自己是个笑话。果然，我妈听到这个事实，神色一瞬间阴鸷下来。我们班是年级里唯一的火箭班，尖子班，是县里1等1的示范班级。可就因为倒数的几人高考失利，我们班平均分比不过其他学校尖子班，班主任年终泡汤。从公布成绩开始，我吃了无数班主任的冷眼。家长会结束，我妈去了老师办公室。站在廊外，我害怕的连呼吸都在颤抖，那口气就郁结在心口，上不去也下不来。自从被确诊了焦虑症和抑郁症，这种难以控制的生理现象几乎成为我的白日噩梦。笑笑，是不是冷了？脸色这么白。倒数第2的蒋毅轻松开声，甩给我一件衣服。我默默将衣服还给他。没，我只是在等我妈，等我味道的凌迟。他乐呵呵，那好，我跟爸妈先去吃夜宵了。蒋爸爸搂住他的肩膀，好小子，这次还倒数。他妈妈责怪地瞪了爸爸一眼，孩子不是倒数第1就很厉害了，这次进步了1名，总分也不错。回去好好填志愿，别太在意别人的眼光。3人远去的身影，所到之处传来一片笑声。直到这些笑语消散在夜幕中，我的目光仍留恋追随。咔嚓，办公室的门开了，我妈踏着沉重的步伐出来了。那些逃不过的凌迟和说教，终于还是来了。我之前一直是我妈嘴里的骄傲，她会对外炫耀我考上重点初中，升上重点高中，说花了无数精力，终于培养出一个好女儿。为了达到她的期望，我压抑着自己。直到高2，学校通知参加高中生心理健康评估，我的结果是重度抑郁。我开始变得嗜睡、乏力，一天有10几个小时都在发呆睡觉。她终于有些意识到不对劲，循着校医的建议带我去了精神科，填量表、面诊、开药，医生无奈地摇了摇头。我妈一拍桌子，冷声质问：抑郁？怎么可能？她不缺吃喝，又没经济压力，只要学习就好了，能有什么不开心？周笑笑，你是不是装抑郁，想多睡会？我都快到生死边缘了，她怎么会觉得我在装呢？咔嚓，钥匙敲击冰冷门板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回。这个夜晚，我妈静静骑着电瓶车带我回家，她一言不发，却让我更窒息了。回到家，我拿着成绩单上天台，感受着夏夜晚风带来彻骨的寒意。有瞬间我在想，如果跳下去了，这一切是不是就能了结了？周笑笑，你又想怎么样？我俯身看楼下的动作被他看到了，他的脸色像暴风雨来临前一样阴沉沉的。老师跟我说了，你成绩这样，还想上什么好大学？成绩单被我的手攥得皱巴巴，我弱弱开口，没想怎么样。他走上前，抬起手扇了我一巴掌，我舍不得吃，舍不得喝，每日早出晚归都是为了你，你就考成这样来报答我。有本事想跳楼，还没本事进厂打螺丝养家。我看你就该去体验一下人间疾苦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你现在有多幸福。脸火辣辣的疼，生活没有击垮我，无所谓，我妈会出手。一巴掌把我打得站在原地动弹不得。可能是压抑太久，我情绪一下爆发了。妈，你有在乎过我的感受吗？我考好的时候，你夸过我吗？我这么多年活得太累了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？他愣了一下，却没有示弱，甚至比我更歇斯底里。你是怎么好意思哭的？你考好了又能怎么样？大把人比你更好。而且你爸去世之后，我全心全意都为了你，跟你说2句你还顶嘴了，一连串让人愧疚的话语接连而来。他总是这样，他总是爱强调这么多年来自己的付出和牺牲，想让我不安，想让我愧疚，想将我所有叛逆的想法都扼杀在摇篮里。一旦我如他所愿产生愧疚感，他就会顺着这份愧疚踩上我的脊梁。我惨然一笑，看着他鬓边的白发。对面前这个女人，我感情复杂，爱过她是因为她给我庇护生养我照顾我，恨过她是因为她总是给我传递太多负面情绪，让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毫无用处。可是我又无法完全的恨她或爱她。这碗家生饭，我是咽了又咽，终日以泪洗面。
我们母女这样下去，只会彼此折磨到死，不如解脱吧。吞下安眠药之前，我在幻想，如果有下辈子，我不想跟他再有血缘关系。记忆最后一刻，是我房门被撞开，耳边声音慌乱，药瓶怎么空了？笑笑，你别吓妈妈。对不起，妈妈不该打你。心底涌上一股快感，即便代价是我的生命。可是周笑笑，眼前一黑后又亮起，还有个陌生的声音喊我，马上考试，准备一下。我明明该要死了，可是一睁眼，竟然看到了陈旧的教室。窗外没有了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，取而代之是一望无际的大山。这不是我读的重点高中，更不是火箭班上课的地方。面前的教室没有先进的投影仪和一体机，只有一块写满公式的黑板和几十张木桌。而我桌上也没有晨光钢笔，只有印了99乘法表的文具盒、生锈的圆规和旧铅笔。这是哪里？陈旧的气息弥漫在我周围。铁皮讲台上的老师放下戒尺，开始分发卷子。我看了看卷子标题：1992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某某卷。陈素荷来领卷子，老师开口。陈素荷不是我妈的名字吗？一看面容，果然是我妈。但她面上没有皱纹，身材高大一些，身上的衣裳比我还破，袖子上不知打几个补丁，这些补丁被阳光晒得褪成许多深浅不同的颜色。诸多迹象暗示我回到了90年代。老师缓缓叹气，无奈，这是去年卷子，也是大家上高3的第一次摸底考，试试吧。这话语怎么听着对我们不抱希望呀？不过我恍惚记得历史课有讲，90年代高考录取率就30%出头，也就是说，一旦考上，将是改变命运的开始。我半月前才高考完，题目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我刷快速写完了物理基础，也就是大题卡了点时间，但总体来说完成度还不错，至少比我上次高考强。悄悄侧目，我看到陈素荷女士正抓耳挠腮，像是快哭出来了。看，我明明做的比90年代的她更好，凭什么处处挑剔我？你自己飞不起来，难道就要求我飞得更高吗？正轻啧一声，老师站到了我身边开口：周笑笑，干什么呢？我思绪有点乱。老师，我想申请提前交卷。老师粗粝的手指骨敲了敲开裂的木桌，声音一沉：周笑笑，态度要端正。你要知道，能上学已经很不容易的。但很快，他惊愕在原地：你写完了？你居然都会做！收卷完毕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，包括陈素荷女士。他看了我一会，然后鼓起勇气朝我走来，试探性问：周同学，我有个题目不是很懂。我冷哼一声：我也不会，这是你自己的事，别问我。我的态度很差，就像当初他逼我那样。可是陈素荷女士不放弃，忘了说，她最大的缺点就是固执。固执地认为我是想多偷懒睡觉才装抑郁，固执地认为我是报复他才故意不考好，固执地认为我就是矫情受不得打击。他脸色蜡黄，眼底却坚定：你能不能就帮我看一眼？老师说你做完了卷子呢。说着，他不依不饶，甚至是拉我的手。呵呵，我报复心起，恶意满满的拿过他之前的考卷，35分，就考这点。我跟你讲题，你听得懂吗？最后还不是浪费我口水。他顿时涨红了脸，不安地垂眸。我拿起这张试卷，就像当初他撕掉我的成绩单一样，一片一片撕烂。碎裂的试卷跟我曾经千疮百孔的心一样洒落开来。我语气轻蔑：就你这成绩，还考什么大学？不自量力！反正考了也是白考，不如进城进厂打工养家好了。没有母女身份的压制，我更加肆无忌惮。这一刻，我对他的不满都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发泄出来。看着他憋屈的咬着干涸的唇，难堪的无所适从的样子，我知道我成功了。可为什么心底没有期待中的爽意呢？下午老师拿着试卷来宣读成绩，眉梢间都溢出了一点笑意。我就不说排名了，只读分数，大家听听看吧。陈旺55分，李丹47分，卢盼地40分。卢盼地，名字念到卢盼地的时候卡住了，因为没有人来取卷子。班主任眼底闪过一丝可悲，仿佛已经预料到什么。果然，那位叫做李丹的女同学开口：老师，盼地被家里人接回去了，下午要割麦子，窗外秋高气爽。一个女生也得意开口：对，据说她父母已经给她找好婆家了，她妈还给她准备了新衣裳，准备去见见人呢，以后都不需要上学了。提到这些杂事，其他人也雀跃起来。听说招的老公不错，家里有几亩地和房子。她中午还在跟我们炫耀，说她读过高中，男方家里多给了3000彩礼。我不可思议反问：多几千彩礼很开心吗？女孩子点头：那可不，这样我爸妈也会多给点嫁妆，到了婆家也能抬起头做人。这个理由我听得心颤，整个人犹如被泼了一盆冰水，僵在原地。他们是怎么能以毫不在意，甚至有些庆幸的语气说出这些话的？下午3点的太阳猛烈，我手心满是冷汗。
那你觉得我们多读书就是为了增加些彩礼的筹码吗？我颤抖着声音，不自觉开口。你觉得我们除了嫁人，就没有其他的路子可选择吗？我们的努力就这么不值一提吗？话一出，那2个女孩语塞了，她们面面相觑，嘴唇张了张，却没说出半个字。尴尬之时，老师拍了拍桌面维持秩序。他走下讲台，把卷子放在我面前，赞赏般拍了拍我的肩膀。这次物理，周笑笑同学拿下了89的高分，周围一阵唏嘘声起。之后，他拿着戒尺沉重地开口：“老师多的话不说，各家有各家的难处。这个月已经有第3位同学退学回家了，但我希望大家可以选择走出大山，眼界宽阔了，阅历丰富了，在选择以后的路也不迟。”这一刻，我真的意识到，这是90年代。在我的年代，尚有不少女孩子因为家庭原因不能上学，更何况如今。此时的高考也是文理分科，实行3+2方案，必考的是语文、数学、外语3科，理工类加考物理、化学，文史类加考政治、历史。90年代的理综难度当然和20多年后的无法相比，因为教育资源和时代背景都不一样。这样一想，我的优越感顿时消散。班主任严国义是物理和化学双科老师，放学后他随口夸我一下，不愧是周校长的女儿，出息了。校长说今晚你自己先回家，他想再去跟卢盼娣的家长聊聊。回家这真的难倒我了。还好我从李丹那里套话，让他带我到村口。李丹是个小个子姑娘，喜欢用红色头绳扎麻花辫。她特意拿着试卷跑到我面前：“笑笑，你之前不是物理基础很差吗？这次怎么病了一遭就开窍了？”我讪讪笑了声，但目光还是落在陈素和女士身上。她似乎有些沮丧，低头拿起麻黄色的帆布书包，落落寡欢走出教室。笑笑，李丹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，我立马回神。丹丹，你跟陈素和熟吗？他顺着我的视线看已经走出好一段距离的女孩，点点头。陈家他排第2，上有姐姐下有弟弟。姐姐是上一届高3，退学回去嫁人了，弟弟今年要上初中，他的处境也危险啊。我疑惑。李丹压低了声音：“你大概不知道，他妈妈想让他辍学去供弟弟。”我的心像揉了沙子，有点难受。这个季节的天黑得快，这些山旮旯的地方进村出村都是土路，偶尔还有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，一侧是错落山壁，一侧是黑漆漆的悬崖，我走得心惊胆战。到了村口，路灯是不存在的。李丹给我指了路，小巷进去第3排，我住下个村口，再见喽。我勉强告别。其实我很怕黑，患上焦虑症之后，每夜都要开着小夜灯睡，偶尔开着灯也没法睡，要等到清晨5点太阳破晓才有些安全感入睡。所以那段时间，我白天都在睡觉，夜晚痛苦失眠。陈素和女士只当我是犯懒，毫不留情将我从床上拉起来学习。面前这路可真黑呀！一道黑影划过，借着并不明亮的月光闪过我面前，还蹭到了我的裤脚。我被吓得尖叫，几乎哭出声。可这还没完，荒山野岭还传来奇怪的声音，就像是粗糙的布料摩擦着黄土地，沙沙响。脑海里顿时补充了10万字恐怖画面：深邃、幽暗、黑暗裹挟冰凉，如怒涛般涌上。身体不受控地蹲下，我浑身颤抖，整个人紧绷，想求救，可真正恐惧到深处的人是无法发声的。咔嗒咔嗒，急促的脚步声靠近，我几乎昏厥之际，一道手电光驱散了黑暗。周笑笑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蹲在这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我看看，那个印象中熟悉的声音掺杂了几分稚嫩，他用粗糙的手探了探我的额头，居然是我未来的母亲陈素和女士。我以为凭我白日的所作所为，他根本就不会管我，可事实是他把我扶回家，替我倒了水，洗了毛巾，还热了饭菜。缓了半小时，我的脸才重新染上血色。可我不知该说什么。倒是他先开口：还好我外婆家离你近，我从外婆家回来看到你，不然你要是在那躺下，指不定得在夜里着凉了。我摇了摇头，为什么要帮我？难道他能忘记我白天的羞辱，忽视我白天莫名其妙的敌意？他摇了摇头，背起书包准备离开。我想了想，你说的对，我不是读书的料，我高考也是浪费家里的钱，不值得。看着他单薄背影走出门，我听见风中传来他带着哭腔的声音。其实我本来也没得选，我喉咙像是被什么塞住了，愧疚感上心头。很快，我这个身体的妈妈周孝常回家了。她年近50，鬓角已然有了银丝，穿着普通类似车间蓝领的浅蓝色外套，外披一件大衣，看得出年代有些久远，洗就发白。下半身则是棉麻裤子，还有一双沾了泥土、磨破了边缘的鞋子。回到家，她拿起搪瓷杯喝茶，杯壁上还印了土气红双喜字样。天安老师说你今天完成了卷子，我对他有些不熟悉，只是嗯了声。也许是他累了，只叮嘱我一句早睡后就去洗漱。穿越第1天，我也很疲倦，缩在床上没多久就困意上头。梦中我又梦到了陈素和女士，
2023年的他老了，被佝偻了，整个人也尖锐了。无端的梦中画面切到我高考完站在天台，脚一滑，失重感袭来，我一下子被吓醒。床头的油灯居然是亮的，周校长坐在灯下，缝补着我夜晚蹲在村口时磨破的衣袖。我突然想起了陈素和女士，她其实也这样。等周校长补完，我摸了摸那件衣服，试图在冰凉的布料上感受属于妈妈二字的温度，那是妈妈戴着老花镜，一针一脚为我缝制的灯火温度，那是妈妈艰难为我撑起一片天地，佝偻也坚韧的怀抱温度。可为什么我们会走到今天彼此排斥、彼此折磨这一步？这个问题先按下不表。我虽暂时想不通，但我坚信我会找到答案。第二日清晨，我跟着周校长去学校。首要事情，我想朝陈素和女士道歉，虽不代表我心底没有怨气，但是一码归一码，她昨天还是大发善意帮助了我。可据说一向不迟到的陈素和缺席了早课，我内心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老师，陈素和为什么没来？我急急忙忙找到班主任。严老师摘下磨花了的眼镜，无力地揉了揉眼睛。他家里人不让他上学了。我浑身陷入冰凉。什么？周校长比我的反应还大，年老的身体爆发出一声质问。之后，他带着老花镜翻找陈素和家里的地址，我要去看看。昨天叛地的家长听到学校免学费就松口了，这次说不定也行。严老师瞪大双眼，又免学费。这已经是今年第12个免学费的了，这样下去，上次社会捐助的钱迟早不够用，怎么办学？周校长布满沟壑的脸上没有悲伤，眼神愈发坚定。先让这些女孩读书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实在不行，我再去拉捐助。说完，他又匆匆忙忙离开。我也要去，我固执地跟上。见他犹豫，我立马开口：今天的功课我都会。陈素和今天没能来上课，我有很大责任。时间太紧，周校长也随我了。我们又走过了昨天艰难的泥土路，翻过了半座山，终于到了陈素和家里。他已经换下了那身丝纹衣裳，穿得破烂，在割麦子。毒辣的阳光照下来，豆大汗珠从他的额头洒落，令我不由得想起某天我去工厂找他拿学费，他也是这般辛劳。农忙时节，弟弟上学，父母肯定会让他回家帮忙。见到周校长的时候，他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，眼底有了光。周校长上前问：素和家里是有什么困难吗？陈母皮色清苍，高颧骨，轻哼一声：素和成绩这么差，考不上大学的。他弟弟也要上学了，等浪费钱。陈父割完一把黄金色麦子，丢在一旁，就是30几分的试卷，难不成继续读就能考上？周校长的手颤抖，开始苦口婆心的劝，可劝了半小时，毫无进展。即便他向家长们提出可以免学费，只需交小部分伙食费，家长也不松口。我的心情在这一刻沉到底，几乎要哭了。从未想过，我曾经无比烦闷的学习，无比排斥的高考，竟成了有些人遥不可触的东西。免学费是好，可周校长，你能保证他下次考好？陈父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惋惜地道。周校长噎住了。对呀，谁能保证呢？如今的资源不比20年后老是稀缺。就在气氛僵持，就在陈素和女士眼底的光芒渐渐消失之际，我站出来大喊：能！他能！他下次就能考到全班第一！我一边哭着大喊，一边从一片黄金麦田里扶起我的妈妈。求求你们，再让他试一次，下次他会考好。求求你们，给他一次机会。求求你们，不要让他失去走出大山的希望。陈父陈母面面相觑。于是，在周校长承诺的学费全免和我承诺的下次考好双重条件下，陈家父母终于松口了。如果下次没考好，陈素和女士就回家待嫁。秉承帮我妈也是帮未来自己的想法，我咬了咬牙 ，CPU 开始疯狂转动。周校长让我把陈素和女士领回学校。我走在后头，看着这座坐落在西南边陲的村落。从小到大，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。屋子大多是黄土砌成，有些房顶是树皮堆在一起，周围都是悬崖峭壁，一座大山挨着一座，山路崎岖不平。当地政府也暂时没有能力铺上一条水泥路通往县城。仿佛记得陈女士说过，她小时在一个落后村里长大，19岁那年跟我爸一起到沿海城市打工。她鲜少提起小时候的事情，每当我问起，她就会以各种借口搪塞，然后经过七拐八绕将话题扯到学习上，让我收收心，专注读书就行了。一来二去，我也不愿意跟她讲话了，沟通的欲望就是在一次次毫无坦诚中消磨殆尽。可现在，我想，我有点能理解为什么她不愿意提过去。太过失神，我一脚踢到了石块，重心不稳。突然的失重感袭来，我下意识抓点啥，却抓到一双跟我差不多大的手。堪堪站稳后，我却在下一秒再次震惊，怎么也是粗糙的？可能是常年干农活，双手满是皲裂，肩上还有挑水时压出的淤青。见我怔愣，陈素和女士以为我在嫌弃，迅速抽回手。
我的手就是……我迅速牵起他收回的手，明媚一笑，没，我们走吧。山路崎岖，我们要互相照应一下。从他清澈的眼神中，我看到了久违的希望，而不像几十年后被生活磨平棱角的麻木不仁。回到学校，严老师恰好下了早课。他听了周校长说的情况之后，长长的叹了口气，要不让素荷转去文科吧，女孩子还是不适合学理科。她是整个学校唯二的物理老师，也顺带教化学。这里师资短缺，有些老师连带着教2个科目，特别是理科，短缺情况更严重。可是老师，我喜欢理科。陈素荷女士低着头，声音如蚊。严老师抓了抓稀疏的头发，为难地开口：可是你这样考得也不好。当初在分科的时候就应该阻止你，女孩子就是学文科的料。陈素荷的手攥紧了衣角，眼泪像是快要掉下来了。老师，我出去劝她一下。我快速地推着她出去办公室，走到无人的拐角处，陈素荷女士的眼泪立马就下来了。我知道我现在该听老师的建议，转去文科。可是我文科的基础也差，怎么办？我觉得我的人生要完了，到时候考完试也是要被逼着退学的，全完了。看着他突如其来的崩溃，我有些无措，抓起他的手，语无伦次：别哭，没完呢，你都还没遇到以后的追魂夺命流水线、暗无天日大车间，还没遇到我这个天天能把你气得血压爆表的叛逆高中生，这才哪到哪啊？他抬头疑惑，呸！我换了个表情，元气满满。别这样，人生真的没有这么脆弱。往乐观点想，我们还有很多次搞砸人生的机会呢。区转科算什么？相信我，能把所有东西都搞砸也是一种本事。加油！陈素荷女士反向安慰效果显著。不过，你真的能接受理科吗？我可以帮你争取一下。我把话题扯回正轨，郑重问。我挺喜欢。他点了点头。知道了。我冲回办公室，老师，我们商量出结果了，不转。陈素荷女士也匆匆赶来，踌躇了3秒也开口，老师，我已经读了1年多理科，转过去基础也差，还不如搏一搏。严老师还想再开口劝，可先被我抢先了。老师，我不认为生理的区别可以造成这么大的差异，我也不认为性别是横亘在理科文科分界线的一道海沟，我更加不认为女孩子天生就是学文科这个说法。我们不想放弃自己，也不想率先给自己设限。性别不是限制我们学习的理由，偏见才是。严老师一瞬间哑口无言，最后他动摇了，那就随你们吧。人总是要为自己的每一个抉择负责，只要你们想过后果，就大胆去做吧。但是说着容易，做起来难。为了帮他重上正轨，我每晚都在他身边帮他恶补，他也夜以继日查漏补缺，巴不得24小时当48小时用。陈素荷女士的基础实在是比我想象中的薄弱。如果说化学是她的短板，那物理就是地板，数学就是地下夹板，唯一的天花板居然是语文。我不断给他打气，快，不学就要回家耕田了。可打气鼓励并不是对谁都有用的，比如陈素荷女士就对此免疫。别给我打气，我不是那种你刺激我就会努力的人，你再刺激我，我优先选择跳楼。这跟我当初想的一模一样。果然呢，劝别人的时候我的道理总是一套一套，但劝跟我性格相似的人，我只想拿绳往脖子一套。但好在高考的难度与试卷的难度与20多年后不可比。也许是陈素荷女士疯了一般的学习状态刺激到了班里的人，班里为数不多的女孩子也开始努力起来，男生也被传染了状态，整个班诡异地呈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疯狂状态。如果非得我形容一下，朋友们，你们知道高考工厂吗？严老师和周校长每次经过，每次感叹一日比一日感人，但对于他们来说，学习不是唯一的出路，却是脱离困境的跳板。看着陈素荷女士的基础一点点夯实，我居然有种老母亲熬出头的感觉。不是，县里有一次统考，严老师说我们学校要参加，于是当天晚上恰逢收割季节过去，大家都自习的晚了些。晚上回到家，我发现周校长也还在批改卷子，他也是教化学的，此刻正拿着笔在灯下皱眉看卷。回来了就先吃饭，在灶台上热着，他吩咐我，语调很低。走进厨房，发现家里今天杀了鸡，熬了汤，还用瓦罐装好放在灶台上热着。最近天凉了，晚上呼呼的凉风，家里只有些碎煤渣烧火取暖，可煤渣也少，烧一会就没了。冷风撕扯窗户上的纸壳，阴冷的风就这样透进来。吃完晚饭洗了碗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拿了件大衣披在他身上。之后小心翼翼开口，听说您今天又给几个同学免了学费，还承诺如果同学1个月都满勤，还给他们家里补贴10块钱。其实周校长前几日才回到县里，这几天他到处奔波，说是去县里筹集些经费。听高中任教10来年的老教师说，这里很多孩子的家长一辈子仰仗的就是几亩田地生活，所以他们理所当然认为孩子应该在田地里，即便是读书，那也优先拿孩子。是故要让他们感受到读书改变命运的好处，就得找些短时间兑现的，比如免学费和补贴。笑笑呀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他摘下眼镜，
抬头看我，惊恐。妈，你说什么？我生疏艰难地挤出这几个字眼。周校长深呼吸一口，我女儿我不清楚吗？她压根不是学习的料，她一直喜欢隔壁袁家村的小子，还说嫁人了就不用我操心。前几日闹着不上学，去找那小子，去的路上磕到头，养半个月。他可没你懂事，短短几句话把我吓得冷汗频频。我挠了挠头，果断承认，对，我就是从遥远的 M78星云来，专门来找您这些拯救我们的英雄。英雄？周校长轻笑摇摇头，一些平凡到不足挂齿的事情而已。我再次怔住，楠，平凡吗？周校长拿起搪瓷杯，长长叹息，我只是害怕。我怕看到他们跟我说不想上学时的悲伤眼神，怕他们错过仅有一次的机会，怕他们一直留在这。我老了，能为他们做的不多了，能救一个便是一个吧。我再去给你拿床被子，晚上转凉了。我目送他远去的背影，窗外月已西沉。周校长这单薄的身躯要对抗的不只是时间，还有就是偏见强加在女孩子身上的枷锁，以及贫穷家庭让他们几乎无法逃避的沉重命运。他想带领他们跟条件优渥的学生去争一争，争夺那份本不是为他们准备的光明前途，会好起来的。我突然站起身，周校长脚步一顿，不明所以。我笑着，他们会明白您心意的。虽然到了我那时，这种情况依旧存在，但各行各业能顶天的女性越来越多，大家都努力上进，立志为各个领域多一个女性而奋斗。后面我跟他讲述了未来也有人像她一样，大女子高中送上千女孩子走出大山的故事。周校长试了一下眼角，频频点头，好，真好。第二日，我顶着黑眼圈进入教室。你怎么憔悴了，还长了痘痘？李丹问。我疲倦，别说了，我没有尸斑就已经是保养得很好了。什么？李丹惊恐反问。不好意思，忘了这些人不能随便开玩笑。见我状态不好，他很快只是以为我在瞎说话，还鼓励我加油，精神焕发起来。精神焕发？我苦笑，我不精神病发真的已经很好了，但无论如何，考试还是来了。我心思也没在卷子上，就偶尔扫一眼陈素荷女士，动作过于频繁，搞得老师以为我想作弊，频频咳嗽提醒。又经过1周焦急的等待，模拟考成绩终于出了，整个毕业班由全县排名倒数一举飙升到前10。而语文单科第一是陈素荷女士，总分综合第3。整个下午我都能在她脸上看到灿烂笑容，欢喜溢于言表。至于场景对话，大概是这样的：素荷，你晚上吃什么？咦，你怎么知道我单科考了第1？某种意义上，她确实是证明了自己。当天晚上，周校长拿着正式的成绩单到了陈素荷家，可一进门，气氛就异常沉重起来。我留意到门边摆放了不少大红纸装饰的木头箱子，陈家的小儿子已然换上一身新衣裳，身边是杂乱的书本，而他本人正拿着5颜6色的玻璃弹珠在玩。陈素荷女士面前只有一碗野菜混点荞麦面的野菜糊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遇到了天灾荒年。陈父放下已有豁口的瓷碗，接过成绩单随便扫了扫，满不在乎。晚了，我们已经跟袁家村的吴婶谈好了。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？周校长急了，这样吧，学费钱我可以1分都不收你的，但是今天这个孩子我要带走。陈母也出来帮腔，不行，之前也就说说而已，我们这是为你好呢，这婆家的条件可比我们好，给咱送了多少好东西。可是当初说好的，我大喊，陈父陈母自知毁约，恼羞成怒，我们自己的女儿关你什么事？而且我们已经让她读了10年书了，还想怎样？是我高估了人的承诺，低估了人的无耻程度。油灯光照在土房墙裂缝上，阴影明暗斑驳。我上前争，却被不知道哪双大手推到了地上，脚踩到玻璃珠摔倒，脑袋也砸到了彩礼大箱子上。那一瞬间，红彤彤的双喜字和字体歪扭的礼单划过眼前，这满目的红，我却看不到半分喜庆。字里行间仿佛写着痴人2字，灵魂漂浮半空，我无力看着面前的一切。之后的事就像是放映电影般在眼前掠过，陈素荷女士结婚，嫁妆单薄的可忽略。不合身的大红嫁衣穿在她身上，枯黄的头发梳了几次才能盘起来，劣质的银饰品潦草地夹在发髻上。结婚日还是阴天，似快要落雪，送嫁队伍走在山道上，送嫁人匆忙的脚步扬起了黄土尘烟，步步走在看不见尽头的山路。我远远地看着这一切，浑身冰凉。忽然有些明白为什么中式恐怖电影里都喜欢用红色嫁衣、婚礼乡村这些场景了。场景里明明没有鬼怪，却可以凭空把人吓出一身冷汗。因为鬼在人们心里，心里有鬼，谓之愧。他们心底愧对这些女孩子，愧对这些妇女。他们亏欠他们良多，亏心事太多，所以潜意识里提起就害怕。婚后，爸妈一起进城务工，妈妈次年怀孕，却因为是女孩被山里亲戚嘲笑。我3岁，爸爸肝癌去世，家里顶梁柱崩塌，他还拼命工作，还治病时欠下的债供我上学，连自己胃溃疡都不敢多去医院。我的妈妈陈素荷女士苦了一辈子。
一切放映片段都在我高考失利站上阳台那一刻戛然而止。我猛地清醒过来，医院、消毒水、点滴以及被刻意调低的手机视频声音。陈素和女士在听什么？抖音的育儿课程。我故意没有开声打扰，细细在听手机里的课程。你处处挑孩子错误，处处提建议限制他，是不信任他能完成事情吗？如果是，那你因果关系搞错了。不是因为孩子值得信任你才信任他，而是你信任他，所以他会觉得自己值得信任的，觉得自己靠谱，然后大胆做出人生的决定。孩子的自信也来自于此。你试图把孩子雕刻成一个完美的、通人情世故的美玉，却不知只会把他封锁限制起来，最后变成一个自卑不自信的人。更多与孩子的沟通课程，请点击下方链接，不要998，不要888，今天限时折扣，仅需要798，领取一份属于新时代家长的沟通秘籍。陈素和女士皱着眉，竖起食指，准备点击链接。我傻眼了，798，一笔巨款好不好？他平时连79.8的鞋子都不敢买。我啪嗒一下坐起来，动作太猛，撞到了床头。就在脑子再次受到撞击的瞬间，我念头通达了。忽然想到一个点，一个人对待他人的方式，无法超越他们自己被对待的经历。当年他家很穷，因物质条件无法让他和弟弟同时上学，所以他觉得只要给我吃好穿好，我就能好好读书。当年他很早就出嫁了，被困在生活的琐碎里抽不开身，所以他不允许我早恋。当年他吃过的苦，没有得到过的选择权，以及之后所经历的一切，都变相影响了我。原生家庭的影响确实是难以磨灭的，对于我是这样，对于他也是这样。陈素和女士输密码输到了第3位，吓得手机都掉了。她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然后手忙脚乱地擦眼泪，语无伦次地道：笑笑，妈不逼你了，你不想学，咱们不学了，咱休息一下，你想去哪里都行。咱们这张脸庞和90年代的少女完全不同，少了胶原蛋白，多了皱纹、褐斑、银发。我嘴唇张了张，艰难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：妈，我还想上学。她惊恐，然后疯狂跑出去找医生。幸运的是，填志愿还有最后一天，我选了一个省外的大学，是我这分数能够到的最好的本科。我深知我跟我妈的隔阂是无法一下子消除的，那不如暂时分开一段时间。但2本私立的院校唯一难处就是贵，1年仅学费便要3万，再加上不计其数的课本费、生活费、住宿费，一分难倒英雄汉，更何况1万。我妈习惯性的板起脸，这个很远，而且很贵。说到半路，她止住，跑到凉席底下拿出红皮存折，看了又看，钱数了又数，可再怎么数也不会凭空变出一截。我别扭地安慰她，我可以自己来。于是我就到附近蜜雪奶茶店上班，早班8点，下午4点。晚上附近的夜市找了兼职端菜倒水，晚上6点半到晚上11点。偶尔我还拍些日常视频，在公交车上剪辑，获取一些平台激励收益。烧烤摊的烟火常使我狼狈不已，可烧烤摊的老板娘人好，常承包我的晚饭，让1个月暴瘦10斤的我多吃了几口五花肉。每次我不好意思的时候，他就拿过我的碗死命夹菜，你又不挣走秀那份钱，干嘛吃超模的苦？吃吧吃吧，我常左手里拿碗，右手拿西瓜，正愣原地。1个月零零总总累计能拿到几千块。发工资的时候，我欣喜地盘点，妈，我发现还有助学贷款，大学的事情你不用操心。他擦了一下我额头上的汗，像有很多话想说出口，可到了嘴边只化成一句：去买个雪糕，妈请你吃。刚出门又听他叮嘱，别买5毛的小布丁，买个喜欢的3色雪糕吧，一卷钱卷得皱巴巴的。其实我一直教他用微信和支付宝，可他不听。他说手机支付总让他没有安全感，感受不到自己花了多少钱，所以每次发工资，他就拿着现金存折去银行。我一直忘不了银行大堂经理见他拿出存折时眼底闪过的不耐。临开学的时候，妈带我回了一趟村里，我的户口要迁到城里去，就得回乡里办手续。我没有什么隔代的亲人，如果算起来，就只有外公外婆了。对，就是当年逼我妈放弃高考嫁出去的人，一对糟糕的父母。看着跟90年代差不多的山，我心里竟感慨不已。进村的路有了，可是小车依旧很少，大多只是3轮磨的。我惊讶，咦？当年这里不是一条泥泞路吗？怎么修成水泥路了？陈素和女士皱眉，你走过？当年你还没出生呢。这条路，我当时从周校长家里走回学校，走了少说也几十次。刚下了磨的，一道成熟的声音喊住了我，周笑笑。我猛地回头，却看到一个陌生的少女朝我走来。她穿着棉布衣长和牛仔裤，牛仔裤上的破洞设计被打了补丁。我是如如啊，她拍着我的肩膀。我恍然大悟，村里一个小学同学，之前跟我处得很好，后来初中分开了。后天我结婚，记得来啊。他见我的第一面，竟然是给我发喜帖。
很怪，我第一反应居然不是心痛这是个红色炸弹，而是他要结婚。他比我小半年呢。我记得你之前喜欢穿短裙来着，我讪讪笑。高中时我在 QQ 空间看到过他照片，他有好几个耳洞，喜欢夸张的耳饰和衣服。他摆了摆手，我家那位不喜欢，说太暴露，像不正经的人。我沉默了。一场酒席热热闹闹，我的心情就像当初看着我妈出嫁。可重蹈覆辙的悲剧又何止这一个？我推开了外公外婆的家门，他们的房子修缮过，却还是2层平房。天井围坐了一圈人，外公在卷旱烟，外婆在叠拜山用的纸元宝，还有舅公舅娘，几个我不认识的远亲。正对面是远亲家的儿子，28、9，吊儿郎当，拿手机打游戏，脏话一句接一句。哎，笑笑呀，都出落得这么大了。外婆见我们进门，看也不看我妈一眼，和蔼朝我一笑。吴婶，你看，这就是我的外孙女笑笑，是个适龄大姑娘了。昨个就听闻她要来，今天就赶紧叫你过来看看了。我呼吸一滞，多熟悉的话术，多熟悉的剧情，多熟悉的套路。他们祸害完我妈，现在连我这个外孙女也不放过了吗？妈，她下个月7号要读大学了。我妈弱弱的开口。可外婆和吴婶装作听不懂我妈的话，斥责她，女生读书多了没用，终归是要嫁出去的，还不如找个有本事有能力的。而且你那个什么野鸡学校上不上有区别，到了差不多要嫁人的年龄就嫁了吧。我妈低着头，手心的汗浸湿了衣角。我知她不敢违背家里的命令，骨子里对家里的畏惧依旧在，所以我想要的只能自己争。我霍的一下站起来，嗓门很大，女生都找有本事有能力的，那你儿子不就打光棍了吗？到了差不多要嫁人的年龄就嫁人，那你们到了差不多要死的年龄是不是去死啊？你们当时没让我妈读书，现在时代不一样，别用你老是那套绑架我。在打游戏的男人怒了，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？你这么泼辣，我可不稀罕，看哪个男人敢要你，我生气，这轮到你吼吗？你以为你娶不到媳妇是因为不稀罕吗？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样，一顿饭不欢而散。在吴婶添油加醋下，我成了全村臭名昭著的剩女大学生，书才读了几年，脾气就大得很。到时候别年纪大了哭着回来求我们介绍好人家，咱家可看不上，那时候我就懂了。他们嘲笑一个努力的人，只不过是想通过泼脏水的方式矮化他，使得自己可以在心理上俯视对方，维护自己脆弱的尊严。我不想他们得逞。回到城中村的出租屋，我妈翻出一个盒子，是她当年的嫁妆。说是嫁妆，其实不过是些发黑氧化的旧银饰。这些你先拿着，就当是提前给你的嫁妆。我坚定开口，妈，其实能不能嫁出去，我一点都不在乎。可如果这辈子我得不到想要的东西，住不到想要的房子，吃不上喜欢的料理，我死也不瞑目。妈妈眼角是密密麻麻的皱纹，眯着眼睛看我。她的呼吸很急促，手上握着我远行的车票，终于止不住地抹起了眼泪。大一入学，我申请了助学贷款。生活委员无意间把我的贫困申请发到了班群里，虽撤回得很快，事情却已然流传开。学校的风气并没有很好。每次经过图书馆，我都能看到年轻的男男女女相拥，讨论着未来。可是我的未来呢？不知道，没时间迷茫，先向上爬。妈妈偶尔会用微信问候我，我每晚也努力想看点新闻分享给她。但是难过的事情我一般不提，她帮不上忙，也会睡不着觉。勤工俭学的岗位薪资太低，我就见缝插针赚钱。帮人代课一节35元，跑腿取快递1单2元，如果天气不好还能加钱，外卖送上宿舍门口1份1元，只要能让我存到钱的我都干。我咬着牙死命存钱，终于在大2成功申报了辅修小语种。辅修需要修满120个学分才能发证，一个学分费用是60元。室友笑我，都差点没钱交学费了，怎么还敢学呀？我也笑，多点一课技能树，就少说一句求人的话。之后我成功在广交会争取到翻译兼职。外贸陪同翻译难度大，还得恶补商务用语，可报酬感人，能拿到600一天。课余我还去一些外贸公司当翻译，一个月能拿到3000。而我的室友每个月收入也是3000，只是源于父母。大3开始我就去申请了实习，在 BOSS、智联等等各大平台上投了上百份简历。在面试一家国内知名快销企业的时候，我自信满满。我参加过专业竞赛，拿过省级、国家级奖项。果不其然，我很顺利地过了初面，进入2轮群面环节。这次换了个 HR， 之前是人事的，这回是部门主管。2轮下来，他对我很满意。可他拿起了我的简历，笑容一滞，什么野鸡学校，没有听过。对不起，我愣住了。可是我的面试成绩还不错啊，专业也是最符合的。几个 HR 都叹息了。趁他们公司下班，我不甘心，在楼下等。终于被我等到了一个面善的 HR。他深深地凝视我，不瞒你说，我们这个岗位很多双一流大学的人都在争，不是你不够优秀，而是我们这最低学历也是一本吊车尾。我愣住了，
专业不对口，素养不够，我们都可以培养，但学历，他表示遗憾，是个门槛。短短几句话，把我的努力全部否定了。我再次像跌入冰窟。此刻的我像是一只残缺的轻舟，大浪已过，船翻人仰。我不甘心，继续海投简历，实习投，全职也投，可结果无一例外。10次面试被拒8次，还有2次在简历筛选环节被 pass。某次信心满满的面试失败后，我就坐在商圈大广场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海。整栋写字楼灯火通明，城市霓虹灯也亮起，映照出我眼底的颓丧。叮咚，手机颤抖，我以为又是哪个 HR 的拒绝信息，点开一看，是我妈。她会写的字不多，也不太会用智能手机，只笨拙地给我发一条：我想你。因为贫穷抠门被嘲笑看清，我没哭；暴风雨里带取快递摔流血，我也没哭；面试的失败一次次折磨我，我还没哭。但短短3个字，我哇的一声哭出来。如果我注定是要臣服于生活，那上天给我再活过来的机会又算是什么？是不是上天暗示我爬得还不够高？满脸泪痕，一身疲倦回到宿舍，室友化了个美美的妆，在直播跳舞。记得把班群的表格填一下，他提醒我。我打开是就业调查表。为了就业率数据体面，辅导员经常催促我们找工作。班级25个人，几乎都在求职中，能真正签上 offer 的寥寥无几。周笑笑，你上论坛置顶了，室友半羡慕半嫉妒，真搞不懂你这么拼干什么。我打开手机，登上火热的论坛。论坛有官方在打理，平日就是找对象、发招聘一类的八卦帖子。我的名字被官方置顶了，周笑笑，全级唯一一个同时获得校长奖学金、院长奖学金以及校企合作专项奖学金的卷王。点进去，底下的人都说我得了一笔巨款，还有些人在想自己得到了这笔几万块的巨款后会怎么挥霍，是买香奈还是苹果手机。可惜我的青春没有挥霍，也没有资格，更多的是难以启齿的贫穷。我用了这笔钱还清助学贷款，然后依然在表格上填我的状态，备战考研。2本学校没有保研名额，要读研就得千军万马挤独木桥。考研院校的选择吗？我拿出了我国被制裁的大学名单，一一翻看。很幸运的，就有我所学的专业。7个月后，我顺利通过了初试。又在4个月后，我通过了复试，收到录取通知。我妈硬气了一回，说开学前要回村祠堂门口摆酒席。村长拿祠堂钥匙时都呆了，可一听村里出了研究生，嘴角立马就扯起到了耳边。摆酒席是吧？回头我就挨家挨户通知，他就差开着广播拼命朝其他村炫耀。我本来想摆酒席会不会太破费，可转念一想，我妈憋屈了这些年，这是她唯一硬气的一回。虽说日子是给自己过的，用不着他人闲言碎语，可我想给她底气。我想给那些瞧起我的人看看，那个被全村传泼辣没人要的剩女大学生，如今爬更高了。村里的酒席雇人做，会比县城里的酒店便宜。暑假时，我再次去投简历，凭着准研究生的身份和相对光鲜的履历，得到了比当年更好的实习岗位。我可以一边上学，一边积累经验。村里的人大部分都出外务工，剩余的人不多。我妈算了算，摆了13桌。如如来的时候，孤身一人，挺着个隆起的肚子，真羡慕你啊！她拉着我的手，头发乱糟糟的。我问你老公呢？昨晚吵架了，我怀了孩子想吃樱桃，他说我娇气，家里入不敷出。他两眼暗淡无光，如枯萎野花，抬手抚了抚肚子。要是个男孩该多好！我脑子里所有想说出口的话都被这句堵得严严实实。舅娘吃席的时候筷子都快折断了，阴阳怪气。现在学历贬值的厉害，考上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呢。我深呼吸一口，记得表弟前2年高考连本科都没考上吧？现在工厂淡季，弟爷是不是失业了？就回家啃老了。表弟一直在打游戏吃鸡。舅娘强行夺过手机，你找到工作没？表弟不耐烦，找不到。我这学历又没经验，谁要我？你有本事也像隔壁朱大伯一样把我送出国镀金啊！舅娘气得脸煞白。外婆斥责舅娘，你干什么气他？男孩子有后劲，你急什么？我不痛不痒开口，是啊，您当初也说我爸有后劲，现在他坟头草老高了。外婆瞪大了眼，下意识骂你个没教养没出息的。可还没骂2句，我妈罕见的回怼，我当初坚持让我女儿读书，她现在是村里第1个研究生，可有出息了。周围一片庆贺之声，酒席中间的陈素和女士无疑成为亮眼的中心，无数或真心或违心的祝福接踵而至，她都一一接受。吃完，我走到山顶看风景，本想搜一下老年大学的报名方式，谁知没信号，只好思考人生。现在的我有些迷茫，分不清高考失利于我而言到底是不是灾难。就好比站在山顶的我，俯瞰昨日低谷中的我，惶恐不安。但很快我想通了，都是昨日的经历成就了今日的我。
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自己，正是由过去千千万万个自己组成的。那个暂处低谷的自己，那个冲浪斗志的自己，那个发狠拼命的自己，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。即便没有轻舟，我也可以徒手翻越万重山。退一万步讲，如果人生只有高考这一个高光时刻，未免太过可悲。反正年少，就从不缺从头再来的勇气。后记辗转一番，我得知了周校长的近况。他老人家今年90岁了，坐在轮椅上已经走不动路，女儿也走得早，家中只剩他一个。可他不孤单，反而每周末身边都围了一圈人。周校长当年的学生都争抢给他养老，有功成名就的企业家，有独当一面的白领，还有自愿回村教书的年轻老师。